摩托罗拉 X30 Pro、小米12S Ultra， 它们俩呢都是近期刚推出的影像旗舰手机。左边的 X30 Pro 主打的是高像素2亿像素的主摄，右边的12S Ultra 主打的是成像风格它这次跟徕卡联合推出的这款手机。开头先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在手机影像中，现在是像素高重要呢，还是成像的风格更重要呢？摩托罗拉 X30 Pro、小米12S Ultra 这两台手机呢都是近期推出的影像旗舰，而且它们在影像方面的宣传力度都非常大那今天就来对比一下它们两个在影像方面的区别。那它们在价格方面的差距我估计大家很轻松就能知道，但是在影像方面的差距呢，就由 ZPH 来告诉大家了。正式对比这两台手机之前呢，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这两台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的，还是那句话，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摩托罗拉 X30 Pro 跟小米12S Ultra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这两台手机呢，之前都介绍过了。X30 Pro 后摄是3颗镜头，小米12S Ultra 也是3颗镜头。那不同的是呢，X30 Pro 有一颗2倍的中焦，小米12S Ultra 呢是一颗5倍的长焦。在 X30 Pro 的拍摄界面中，除了有主摄、超广角、2倍中焦这3个焦段切换按钮以外，还专门有一个微距的拍摄按钮。那也许是厂家想告诉你这台手机的微距拍摄不错。12S Ultra 前面已经介绍过很多回了，那它的拍摄界面呢，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下面就正式开始对比这两台手机在影像、在光学方面的表现了。后面的内容中呢，使用简称 X30 Pro 简称摩托，12S Ultra 简称小米。那好，我们先从主摄开始说起。两台手机的宣传点都在它们的主摄上。那摩托这边的主摄原生像素是2亿像素最起码是这么号称的。小米的主摄呢就是大感光器是1英寸底，在手机里边算是非常大的。从实拍效果上看，两边的差距真的是非常大呀。上次说摩托的成像风格让我想起了索尼的手机但是它没有索尼那么油润。小米那边拍摄模式我用的都是徕卡经典模式成像的色彩上有点偏红。他们俩拍出来的色彩都偏色都没有接近真实环境的，风格都是偏色偏出来的，要不偏色哪来的这味儿那味儿中心解析力方面，摩托的解析力看着没有小米高，而且锐化非常重现在都是默认模式，他们输出的都是1200万像素的照片。边角画质方面，两边做的都非常好，那这点呢就说明他们的镜头光学素质都还不错说明成本都挺高的。第二组主摄的对比照片，从颜色上说，我更喜欢小米的风格。摩托那边风格倒是挺统一的跟前一张样片看起来很相似。在解析力方面呢，在默认模式下1200万像素照片的情况下，确实是小米的解析力更高。另外一边的边角画质，两台主摄的表现也都是十分优秀的。不过摩托的主摄有一个功能，它在检测到环境光线比较好的时候，它会自动切换到高清模式。这个高清模式不是2亿像素是50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自动高清模式下，摩托的颜色也是挺正常的，并没有发暗，也没有发亮。在解析力方面，确实也比小米的1200万像素的默认模式解析力要更高一些。
打开高清模式，那高清模式摩托就是2亿像素了，小米是5000万像素。在成像风格上，摩托这边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可以说是非常统一，小米那边的颜色呢稍微有些变化。但是在解析力方面，摩托的2亿像素锐化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在解析力方面也没有小米那边高，小米那边只是5000万像素啊，那摩托的2亿像素就有些尴尬了。那会尴尬吗？咱们再对比一组啊，还是摩托的2亿像素对比小米的5000万像素，解析力方面依然是小米的5000万像素更高啊，真的挺尴尬。再看超广角镜头，从硬件参数上说，小米的感光器更大，两边的原生像素跟默认输出像素都差不多，但是视角是小米的更广。从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成像风格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啊！你不用问我哪个更接近真实环境啊，他们俩都偏色。小米那边有点够深沉啊，摩托那边够亮堂。摩托那边的暗部细节更多啊，如果你有后期的需求，那可能摩托那边更好，但是摩托有点发白。小米那边还是有点过于深沉了，暗部细节沉的都快没了。除了颜色的差距，就是视角的差距了。那视角差距如图所示啊，这个红边就是摩托拍不到的范围。那在解析力的区别上呢，还是小米的稍微强一点点。边角画质的把控上是小米的超广角更好啊。小米的这颗超广角视角又广，感光器又大，边角画质又好，那可见它的成本要高很多。再换一组超广角的样片对比啊，这回成像风格上差不多了，但是中心解析力方面依然是小米的解析力更高。另一边的边角画质也是小米的稍微强一点点啊。两台超广角都有高清模式，摩托是5000万，小米是4800万啊，像素差不多。解析力方面，这回差不多了啊，半斤八两，两边的解析力都还可以。微距的表现就一嘴带过吧，虽然说两台手机都有自己的微距模式，但是从实拍效果上看，小米是根本无法跟摩托这台手机在微距上抗衡的。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最近对焦距离的差别啊。再看中长焦的对比，这两台手机的中长焦配置差距还是很大的。摩托是一颗2倍的中焦，小米是5倍的长焦。摩托的2倍中焦光圈很大 ，f1.6 啊。这里多句嘴啊，虽然说还没到夜景对比，但是这颗镜头虽然说光圈很大，但是没有光学防抖，所以夜景的拍摄也不怎么样。样片对比，先从2倍开始对比。摩托是2倍的光学镜头，小米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但是在解析力方面还是小米的更高啊。再看一组2倍的对比，那毕竟摩托是光学镜头嘛，再给它一次机会。在解析力方面，依然是小米的2倍数码变焦更清晰，只不过暗部细节呢是摩托的更好。5倍焦段的对比就没有悬念了啊，摩托这边只能靠2倍的数码变焦了，解析力肯定是小米的更好啊，它毕竟是5倍的光学镜头嘛。而且小米的5倍还有高清模式，4800万像素。小米打开高清模式以后，在解析力方面跟摩托的数码变焦比，优势就更明显了。再看人像的对比啊，两台手机我用的都是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摩托是2倍镜头直接拍摄人像，小米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那要从清晰度上说呀，负责任的说是摩托的更高，但是从成片的效果上看啊，什么色彩呀、整体的风格呀，我认为还是小米的更好。直出宽容度的对比，小米这台手机我用的是徕卡生动模式。徕卡生动相对于徕卡经典来说，拍出来的照片暗部细节更多。徕卡经典呢，暗部有时候会出现死黑的情况。如果你拍完照片有后期的需求，那照片中的暗部亮部细节越多越好。第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都是小米的更好。但是超广角的表现就是摩托的更好了，小米的暗部细节或许是降噪啊，还是 HDR 合成啊，反正都处理虚了。第二个场景主摄的表现还是小米的更好，暗部细节这回摩托表现不错了，但是亮部细节依然没有小米的好。超广角的表现跟刚才一样啊，依然是摩托的好，小米的暗部细节还是虚的。换一个户外的场景，两边的表现就比较接近了啊，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两边的表现都很优秀。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就非常接近了，无论是暗部细节还是亮部细节。但是超广角的表现，小米依然出现了暗部发虚的情况啊，小米的表现还是很稳定的。最后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这回反过来了，是摩托的更好，亮部细节差不多，但是暗部细节摩托整体还能把绿漆给拍出来，小米很多地方都已经全黑了。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亮部细节两边差不多，暗部细节是摩托的表现更好。再看夜景的对比，摩托这台手机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这点我不喜欢。而小米的手机是可以关闭自动夜景的，它把选择权交给了用户。如果我想拍亮点、拍慢点，我用夜景模式拍不就完了吗？我直接拍的时候别自动夜景给我捣乱，我就想快点成像。
那在自动夜景的加持下，摩托拍出来的夜景照片还是不错的啊。主摄上，它跟小米的直出看起来效果是差不多的。那也就是说，小米的直出效果就已经很好了，跟摩托的自动夜景差不多。但是超广角的表现呢，那肯定就是自动夜景的摩托更好了。不过真正的夜景拍摄对比呢，这些场景都是小儿科，还得在真正暗的地方开始对比。女流氓小象就非常暗了，手机都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先看主摄的表现，小米的更优秀啊，暗部细节呈现的更多。夜景的对比可不是看谁拍的亮，谁拍的像白天谁就好，而是看谁的细节呈现多。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半斤八两啊！如果非要矬子里边拔将军，小米的稍好。祖传神助场景，主摄的表现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小米的细节呈现明显多得多啊。超广角的表现还是小米以微弱的优势胜出。健身器场所就更暗了，主摄的差距就更明显了。超广角的表现，这回一眼看出来是小米的更好，但是好的没有什么用了啊，除了测试以外没有什么用。最远的场景，祖传神术 Pro 主摄上肯定还是小米的更好，超广角两边半斤八两啊，就算小米的更好吧啊，其实好的也没什么用。视频对比，我们用的都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多数人拿起来就用的设置。现在是主摄白天走路的表现，清晰度两边都不错，但是防抖小米的更好。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两边表现都非常出色啊，颜色是有区别的。我个人更喜欢摩托的色彩。二倍端录像的表现，虽然摩托是光学镜头，小米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但是两边的清晰度、颜色各方面的表现都不错啊，防抖也都不错。5倍录像的表现就是小米的更出色了，因为它是5倍的光学镜头，摩托那边就只能用2倍的数码变焦了。在解析力方面，小米明显更好。现在是夜晚城市道路上的主摄录像表现，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小米那边明显更强，就是鬼影有点严重。相同场景，两台手机的超广角的表现就非常接近，也都不怎么能用了。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象非常暗了。那在主摄的表现上，小米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可惜的是，鬼影也是非常明显的。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不用说谁更强了。在工业设计方面，这两台手机虽然说都是主打影像的，但是在后摄造型上肯定还是摩托的更收敛一些。小米那边真的挺夸张的啊，直接就告诉你我的影像能力非常的强大，而且这点从后摄的凸起高度上也能看出来。摩托那边把后摄的凸起高度尽量的隐藏起来啊，隐藏的越秀气越好。小米那边是我就直接给你看啊，我就是非常的厚，非常的厉害。整体的机身厚度方面，摩托那边也是非常的纤薄，跟小米12S Ultra 比起来，简直是非常的纤薄。屏幕素质方面也是小米的更好，小米用的是2K 屏，而摩托那边呢是1080P 级别的。两台手机用的处理器都是最新的骁龙8 Plus 平台，那么在性能方面呢，应该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具体的性能、游戏发热、跑分啊，这些都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呢，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上的表现。摩托 X30 Pro、小米12S Ultra 这两台最新的影像旗舰的对比，还符合你们的预期吗？ X30 Pro 主打的是高像素啊，但是它没有期待中的那么高。12S Ultra 跟徕卡合作，主打的是成像风格。从样片的色彩上看，我确实挺喜欢的。在主摄的对比中 ，X30 Pro 的自动高清模式挺厉害，确实比12S Ultra 的解析力高，但这只能由手机给你安排什么时候用这个功能，用户是不能选择的啊，这点我不喜欢。在火力全开的高像素模式下 ，X30 Pro 的2亿像素还没有12S Ultra 的5000万像素解析力高，这点有点尴尬呀。超广角的表现是小米12S Ultra 的更好，主要体现在视角的优势上。中长焦的表现也是12S Ultra 的好，虽然说 X30 Pro 有一颗2倍的光学镜头，但是解析力还是无法战胜 12S Ultra 的2倍数码变焦的。在5倍焦段的对比中 ，X30 Pro 更是没有还手之力。微距的表现是 X30 Pro 的好啊，而且好很多。人像的表现是 12S Ultra 的更好，主要是成像风格我更喜欢。直出宽容度，两台手机各有优势。夜景的表现，两台手机的差距可不小，主要是极暗环境下的差距很大 ，12S Ultra 的表现更出色。录像的表现，白天两台手机都不错，长焦依旧是12S Ultra 更好，但夜景的录像表现 ，X30 Pro 依旧和12S Ultra 有不小的差距。OK， 到结尾了，那看完上面内容呢，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啊，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